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画花了哈。我们现在画花了。刚刚讲的这朵花，我们就画到这个下边这个位置，画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那这朵花它是一个正反半的这种很形象的一个正反半的一个组合，它就是这个整个花瓣它都是一个正反半的组合。我们把笔可以洗一下，刚刚颜色太多了，你可以洗一下，然后直接可以蘸这个先蘸，洗一下之后可以蘸一点底色，如果说你笔干了就蘸一点底色。然后先调这个钛青蓝，把这个钛青蓝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慢慢的晕到这个笔上去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可以颜色深一点，我们可以把这朵花画的鲜艳一点，你想鲜艳一点你就多调点颜色，你想它这个浅一点你就少调一点颜色，这个完全是靠你自己掌控的，你自己把控的。就是你如果说你调的它颜色太少了，它肯定就最终它的效果就会没那么鲜艳了。好，先调这个玫瑰红，一样的把玫瑰红也是一样调到这个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调好了之后，我们笔尖稍微沾一点点曙红，就可以开始画了。笔尖一定要有深色，笔上的这个颜色是由深到浅的这一个变化。好，我们先开始画一笔这个反瓣，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啊。可以多分几笔来画都没关系的。好，笔尖再补充颜色，它一边还有这种侧面的这种花瓣，那侧面的这种花瓣里面还有更小一点的，我们要画出多一点这种细节啊，那这里还可以画一个更小的。这样子更加形象的这个层次感，表达它这个层次感。好，这里会画一些小的这种层次，这一半大的，那我们外面可以画一层这个，跟它叠加一层这种小一点的，让它层次感显得特别丰富。当然我们画的时候可以直接这么去点出来就感觉它的比较碎，不要太整了，太整齐或者是太圆，它都不好看。我们就是要画出这种碎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画一层，我们又可以稍微的大一点，尽量不要每一层都差不多啊。再画一层，我们又可以稍微的大一点点。好，这一层又稍微的比下面这一层大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啊，这个又有3层了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这个侧面的花瓣，侧瓣，这边有3个这个比较小一点的侧瓣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画一个比较大一点的，这种很大一点的这种侧瓣啊。这个两边都会有很多这种侧面的这种花瓣，那这个这么大，我们可以再叠加一个。我们刚刚有给大家示范这种叠加的，那这边再叠加一个比较小一点的，让这个花瓣又有这种叠加的这种层次感，这样子层次感会显得更加丰富一些。咱们调色的时候一定要调匀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匀，颜色如果没有调匀，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不滋润了。好，你看这一边的我们画了这么多，那这边还有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还有这个背面朝我们的反瓣，继续，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要多一些层次哦。这边有层次，这边也是有多一点层次，当然每一个层次我们要有区别，要有这个花瓣大小和颜色深浅的这种变化。我们画画就是在画变化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。这个花瓣可以这样子去点它，点出不同的这种碎和整的这种
对比。好，我们可以这么去点它。好，来继续来包起来，继续来包起来。那么两边还是要有一些这种侧面的花瓣，侧瓣啊，这种侧瓣。继续补充颜色，笔尖上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。好，这个侧瓣我们继续来长一点。后面有一个不同姿态的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这种侧瓣它都是比较宽一点的啊，这里也会有一些窄一些的、小一些的这种侧瓣的这种侧面的这种花瓣，里面会有一些很窄很小的。我们先就是把所有的这种反瓣都把它画出来，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。现在我感觉这个笔上有点干，我们用这个笔肚去沾一点底色，沾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要沾太多了。好，颜色一定要调好啊，颜色调好了之后才开始画。那这边的这个花瓣，那我们两边像这个碗一样的把它包起来。那这边也是会有很多这种包起来的这种花瓣啊，这种花瓣要有大有小有变化啊，继续来包起来。笔尖一定要有最深的颜色，我们如果觉得不够深，咱可以蘸一点点这个胭脂啊。好，这样子包起来，继续来包起来。这边的花瓣我们就可以画长一点，跟它这个上面会产生一些这个区别，就是不要每个地方的这个花瓣都看着都类似相同，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变化。我们在画画一直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变化，我们画的就是这个变化啊。好，这个都是比较长一些的。都是比较长一些的，这样子像一个碗的形状往里包起来，包起来啊。那这个后面也会有一些这种包起来这种形状的这种花瓣啊，这个后面。那包起来这种花瓣里面也会有一些这种细节，注意一些小的细节，小的这种花瓣，又有一层更小的，让它显得层次特别丰富。这个牡丹花的话，它本身它就是这样子，它的层次感特别丰富，所以我们要画出它的这种层次感来。很多层，这一朵的话，它就是跟我们画的其他种就是还是有一点区别。这一朵的话，它就是特别多的这个层次感。好，这个还是继续来包起来。好，这里还会有一些花心，花心就是在这个位置啊，花心就在这个位置。
发现这个我们这个反半现在就画这么多，就不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已经画出来反半的地方，已经画出反半的地方，我们去补充这个正半。那补正半的时候，这朵花颜色我们想把它画深一点，那我们补的时候就不要加底色，我们加水分。只有加水分才可以把这个颜色更加深一点，变得更加深一点。如果你加了底色，它就没办法深下去，因为有这个太白在，它就没办法深下去。所以我们就加这个底色啊，加这个水，直接加水，好不好？直接加水。这个玫瑰红再调一点出来，玫瑰红有点少。好，我们把玫瑰红厚厚的调一层啊，要调厚一点，调厚一点。刚刚我们加的是水，没有加底色啊，家人们，因为我们把这朵花颜色画深一点，画深一点就不要加这个正半的时候就不要加底色，直接加水就可以了。好，再调一点曙红。那么画正半的时候，它颜色比较深，我们笔尖是要沾一点点这个胭脂。有一些家人调的颜色比较黑，就是可能胭脂用的太多了一点点，胭脂用的太多了一点点。我们从哪里开始补都可以哈，就像这些白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先补上去。补这个里面的正半的时候，就要颜色要最深。颜色要最深，我们要多蘸一点这个胭脂进来，多蘸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小的缝隙里面，我们直接这样子填上去，因为小的缝隙里面我们没办法去怎样去很形象的去画这个花瓣，只能这么先填上。要蘸一点曙红，再蘸一点胭脂，这样子画它这个颜色才会鲜亮。如果说你只有胭脂的话，它这个颜色有点灰，有点黑，没有那么好看。所以要蘸一点曙红，再蘸一点胭脂，这样子颜色才会好看啊！记得家人们。好，蘸一点曙红，再蘸一点胭脂。像刚刚我们画组合一样的，这样子从这个缺口的最深的地方去补充它的一个这个正半，这样子去补充它的正半，缺口最深的地方去补这个正半啊。不停的补充颜色，笔上一定要有最深的颜色，你才能补出这个正面的这个花瓣来。笔上如果没有深色，你这个花瓣你一画之后，你就颜色就全部晕在一起了，全部晕在一起。好，继续把这个补充这个正半啊，补充这个正半。
好，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个缺口里面的这个正半把它补上，缺口里面的正半都补上，还有这个上面也是一样啊，上面也补上。好，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反半里面的正半也补上了，补上之后，我们再来伸展开来，再把需要伸展开的花瓣，我们再去把它伸展开来。好，我们首先中间这一部分啊，先画中间这一部分，大家不要看这个花型不好看，没关系，花型刚开始你们画的时候都是大胆的去画，只要画出这种花瓣的这种关系，大小关系，还有这个物象的虚实的这种关系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后面我们再细心的去收拾它。先开始大家不用着急。那上面这个正面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可以画一些有大有小。你看我画了2个大的，然后我又画一些这种小一些的，画一些有大有小，也有一些侧瓣，看起来会有一些侧瓣。笔上没有水分，我们可以沾一点底色，沾一点水分也可以。这里会也掺插一些这种反瓣来，好，既然有反瓣，那里面就有这个正瓣，也是一样。但是我们这一块我们可以不用画的太清楚，不要像这里一样的把这个每一个花瓣都画的特别清楚。我们一直讲的这个画面是要有虚实的这种变化。那我们把这一块可以画虚一点哈，画虚一点，不要画的那么清楚。现在我们笔上干了，沾一点底色。我们画这个虚的部分，我们把它颜色画浅一点，沾一点底色。沾一点底色之后去调这个玫瑰红，直接调这个玫瑰红，不要太多了，笔尖稍微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。笔尖稍微沾一丁点胭脂，不要太多了。那这个花瓣我们直接这样去补上，把这些地方的这个花瓣都补上，补充颜色，可要多补几层啊，一个里面我们可以多补几个层次。现在我的笔上水分特别足，特别多，你们一定要把控好这个水分。当水分很多的时候，你们要掌握好这个水分，你们才多沾一点水分。如果说掌握不好这个笔上的水分，你们就少沾一点水分，尽量水分少，慢慢的去加。好，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往上。直接这么去点，我们要浅一点哈，颜色一定要浅，最上面的这一层的颜色我们要浅一些，尽量的浅一些，让它有这个颜色上的这个变化，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里会多来一些这种碎瓣，碎瓣怎么来？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，直接这样去点它。好，颜色一定要调匀，笔上的颜色一定要调匀。那直接这么去点它，点出这种花瓣，不需要把它分得太清楚啊，是这个正反瓣，我们画虚一点，要有虚有实，这个物象要有虚有实，有变化。这里加一些这个层次。好，这个层次就比较就是比较虚的，这一块是比较虚的。
然后我们画这一块，它也是比较虚一点的，颜色也是比较浅的。如果笔上没有底色，就是浅色的，咱们画浅色一部分的，就是要沾这个底色啊。浅色的咱们就要沾这个底色，画深色的，假如说我们画这个深色的这个正半，我们就不需要沾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花瓣怎么画，画大一点的，这边直接来一个大的花瓣。这个颜色比较浅的地方，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，直接这么去点它。这个缺口里面也是补充一些花瓣，我们这个是要留一个缺口，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缺口留得太深了，缺口里面可以也补充一些这种碎花瓣。补充一些这个碎瓣，好，这种是比较虚一些的这种花瓣，往后展的这种比较虚一点的花瓣。那我们后面还会有几个这个大花瓣，这个花是不是慢慢的它会变得好看一点点的？就是刚开始咱们看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，哎，刚开始这一坨会不会有点奇怪？咱们调这个底色，我一直讲的这个底色，这个底色是你要调的像这个牛奶，像牛奶状。像牛奶状，不要像酸奶状啊，像牛奶、纯牛奶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有一点挂得住笔，然后画的时候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我们画每一个这种浅色的都要加这个底色，这个底色是太白加三绿。当我们画这个深色的时候，你们要画这个花的这个正半里面最深的地方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不用加这个底色，只要是浅色的我们都要加底色，只要是浅色的咱们都要加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再来这里再画一个大的花瓣，来先调色。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玫瑰红调上一点哈，笔晕上一点，调到笔的2/3，因为这个花瓣非常大，我们要把这个笔要侧下去画这个大花瓣，把这个玫瑰红调到笔的2/3的地方，调上一点，调多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，然后我们后面这一部分这个大花瓣，我们要把颜色要调的不一样一点。我们把这个底色给变一下，把这个底色里面再加一些东西。好，我们刚刚这个底色里面比较白，这个底色我们再加一些东西，让这个花的这个颜色的层次感会更加强烈。这个怎么上面有红色的？好，我们再加一点三绿进来，把这个底色里面再加一点三绿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三绿，然后再加一点这个
再加一点这个胭脂进来，再加一点这个胭脂进来，让这个颜色变成有点灰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如果不够的话，继续加这个3氯和这个加了3氯和这个胭脂，把它这个颜色加成有一点灰的这种感觉。因为这个牡丹花它开到最后的话，它的颜色会变得有一点，那个花瓣会变得有一点灰，主要是我们要表达这个颜色的层次感来，让它有所不同。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画画是在画变化，我们要从这种变化中再去找统一。底色调好之后，我们这个最后一层我们可以也可以调一些这个钛青蓝啊，也可以调一些这个钛青蓝在里面，让它颜色上会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变化。钛青蓝加这个玫瑰红在一起，它有一点紫，你可以直接把这2种颜色调在一起，让我们最后这一层的颜色会有一点发紫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，再调玫瑰红。颜色一定要调匀哈，颜色要调匀，笔尖一定要有这个最深的颜色。调一点点胭脂。好，颜色这个笔上的颜色是由深到浅的这个均匀的过渡。好，我们这里再来一个大的花瓣。我们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笔要有这个提的这个动作，有提按的这个动作，不要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了。我是不喜欢把花瓣画得太圆，就是让它有一点点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地方。水分稍微有点大，我画的时候感觉它的水分很大。大家画的时候千万不要水分太大了，水分太大了很容易掌控不好这个水分啊，很容易掌控不好。所以你们画的时候不要太多水分了。这个画了一下，这个笔上这个就没有颜色了，我们再沾一点底色，再继续调一下这个钛青蓝和这个玫瑰红，继续调一点这个钛青蓝和玫瑰红。调了之后，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笔上的水分多不多。水分太多了，大家画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一点掌控不好。好，在这里再画一个大的花瓣。这个一笔如果说画的不够满意，还可以复一下笔啊，也可以复一下笔。好，这里后面来一个大的花瓣，水分特别大，我们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这个褶皱感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就有一点这个出来的这种大花瓣。我看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后面这个下面还有哪里需要增加这个花瓣。最后的时候都是在调整这个整个花型。笔上基本上画一个大花瓣就没有这个颜料了，我们可以再沾一点点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2个颜色，调一点点，可能在这个地方哪里再加一个花瓣进去，再加一个比较碎一点的花瓣来。
好，我们把这个花瓣加长一点点。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回一下笔啊，用我们这个最深的这个底色，这个边缘上回一下，边缘上可以回一下，这样子会最后会显得更加灵动一点。下面我们再在哪里加一下这个花瓣，哪里再加一些这个花瓣啊。好，我们笔上干了，还是稍微加一点这个底色，加一点底色。当然，一定不要水分太大了啊，加点底色，把这两种太青蓝和这个玫瑰红调在一起。笔尖再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和这个胭脂。好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一个花瓣。大家一起看，我们每一朵花画到最后都是大家一起完成的。你看一下这一笔，我的颜色都没有调匀，颜色没有调匀，你看画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不好看？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匀它。你看我都会出现这种问题。那这一笔颜色刚刚没有调匀，它画出来就是不好看。这里加上一些小的碎瓣，加上一些小的花瓣。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加花瓣的。好，回一下笔，回一下笔。有些地方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这个褶皱的这种感觉。这里有偶尔来一些小的碎的，碎的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去反笔啊，沾一点底色，反笔去加。像我们这些整理的，最后整理，最后也可以再去整理一下。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整理。把这个很白的地方，我们用这个深一点的底色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这样子会显得更加透亮一点。好了，基本上这朵花我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给它补上去，花心的地方补上去。
好，我们再去调整一下这种细节，把细节调整一下，这个花就差不多了。这个花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美不美？好看吗？啊，这朵花画在这里，我们要怎么构图才好呢？来想一下啊，想一下，本来我们打算的构图是怎样的？看一下。本身我们设计的构图是这样长出来，我发现现在这个画的这个花的位置，从这上面来吧，从这上面下来，这朵花从上面下来，从这里。好，我们先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，先调一个画嫩叶的颜色。我们画这个嫩叶子的颜色，我们先调一下藤黄，藤黄加三绿，藤黄加三绿，朱标，加这个朱标。好，我们这个画嫩叶子啊，是这四种颜色，我们把这个藤黄和三绿调和，藤黄和三绿调和。好，水少了，再加一点水。藤黄加三绿，藤黄加三绿。然后调一点点这个朱标，然后笔尖蘸这个胭脂，我们先来画一个嫩枝干啊。好，从这里长过来，从这下面长过来。画一些这个飘带，看一下画几组叶子啊，画叶子很重要啊。这里来一组这个嫩叶，这里来一组。看来这个枝干还要更长一点才行呢。还要更长一点才行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枝干在哪里先安排好。3叉9点，3个叉，这一组在这里。那么这里还要有一组才行哦。
这里还有一组，2组叶子。好，我们把叶子安排一下，把叶子先画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枝干怎么画。这下面能画一个小花苞什么的。好，先把这个叶子画一下。我们这个叶子先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啊，画叶子的颜色，画老叶子的颜色。那画老叶子，我们用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青加藤黄调和，加点水。花青加藤黄，然后我们加点墨，加点墨进来，调成一种墨绿色。我们不要直接是绿色，直接是绿色它会太鲜艳了，不好看啊。调成这种墨绿色，花青加藤黄加调成这种墨绿色。好，我们画的时候沾上这个墨绿色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画的时候笔尖再蘸一点浓墨，去画，好，我们开始画第一片叶子，我们先画这一组好不好？因为这一组在最外边。好，轻轻的下笔，重重的按下去，然后再提起来，然后一边一笔，一笔大一笔小，这样子画出一片叶子。那么呢，一组叶子是3片组成，那么再蘸一点墨绿色，笔尖再蘸点浓墨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出这个是3片叶子一个组合，3片叶子为一个组合。好，我们再画后面的这个层次啊，后面这个层次。好，这一边的这个叶子可以再长一点，伸出来，可以这个叶子可以很大。然后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样子画出这样子一片叶子。那还有它两边还有啊。那我们这叶子要有不同的形状啊，那这个后面还有。好，这里可以画长一点啊。还有一些叶子在后面的层次，我们现在看不到了，怎么办？我们画一点这种淡的层次，让它过来，让它这里显得它这个层次很多很丰富。感觉这个叶子这样子伸出来的这种感觉这个层次特别多、特别丰富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增强这个层次感，我们不要画的它太孤单了，就是一层在这里没有这个层次感。那么还有这里有一组，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不一样的这个颜色，我们把它画成这种嫩叶子的颜色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
好，我们这里还会有一组叶子，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比较淡的这种层次出来，比较淡淡的这种层次。把这个花给撑出来，把这朵花给撑出来。叶子我们先画这么多，然后我看一下这里，我们要不要画一个花苞下来？要不要画一个花苞？好，我们这里来画一个花苞吧。这里画一个花苞，下面来画一个花苞。画一个这种小小的花苞啊，包起来这种小小的花苞。好，我们这边先来一组嫩叶。嫩枝干的调色和这个嫩叶是一样的调色啊，是三绿加藤黄加朱标，然后加笔尖蘸这个胭脂来调的。三绿加藤黄，然后调这个这样子哈，三绿加藤黄调和，然后调一点这个朱标，然后笔尖调这个胭脂，这样子来画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老枝干给加上。老枝干加上，老枝干我们把笔洗干净之后，直接蘸这个浓墨。洗干净笔之后，直接蘸这个浓墨。我们要一笔画出这种有浓有淡有枯的这种变化。
好，这里穿插一些这个，让它有一些这种穿插的这种感觉。这一个可能我们从上往下看也可以，可能从下往上看也可以。好，我们来勾一下这个叶茎啊，勾一下叶茎，把这个枝干给补充完整。像我们这个嫩枝干就特别长，我们把这个嫩枝干特别长，我们这个老枝干就要特别短，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嫩枝干直接加出来。好，加一些这个枝干这里加一些这个芽，这里也是一样啊。像这些也加上这个嫩芽，每一个嫩芽我们要有变化，不要每一个都一样啊。好，我们这个还有一组啊，还有一组我们把它画成淡淡的这种层次。好，这个叶子就很丰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加上这个叶茎，勾上这个叶茎哦，勾上这个叶茎。勾叶茎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老叶子我们就用浓墨来勾，老叶子就用浓墨来勾。好，我们这个老叶子用这个浓墨，那我们的嫩叶子我们直接用这个嫩叶子，我们就用这个胭脂来勾。嫩叶子我们用胭脂来勾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有一些这个叶柄看不到的，我们把它补充一下。啊，这个嫩叶我们用胭脂，不要勾太多，不要勾太多了，一片上勾2、3笔就可以了。
好，我们画上这个花心还没画啊，花心还没画。来，我们画上花心。好，我们这花心画5组，下面2组，一边1组，然后中间1组。好，我们这个花心也是要画的有姿态，两边都往中间有一点这种包的这种感觉。我们可以整的，可以画的很整齐。
好，我们再画一些这个花心的这种丝。我们今天画一下这个露珠吧，好不好？好久没有画露珠了。好，画一下这个花丝。哎，这5组花心是不是显得特别，在这种花里面一搭配起来会显得更加精神？我们今天画一下露珠。好，我们画这个露珠，用这个太白啊，用太白来画，挤一点这个太白出来。好，我们先准备这2支笔，我们用这个画这个花心的这支笔啊，用画花心的这个笔蘸这个太白，蘸这个太白。在这个花瓣上画一个半圆，画一个半圆啊，看到画一个半圆，然后用这支洗干净的带水、有一点水分的笔，把这个半圆从内侧晕开，从内侧晕开啊，从内侧晕开。再有一些小的哈，有一些小颗，这个大的颗旁边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水珠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些。好，这里再画一颗，画一个半圆，2个在一起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画一个半圆，再用这支带水的笔把这个半圆从内侧晕开。哇，水分太大了也是不行的啊。这个这个太白很快就干了，一下就干了。从内侧晕开，这个太白从内侧晕开。那么在这里再画一颗，这个太白从内侧晕开。好，这个边缘这里会画一些这种小的颗粒，小的水珠，显得会有晶莹剔透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画了水珠之后，这样子画了之后，我们再用这支笔哈，再用这支笔蘸这个胭脂，我们直接用这个胭脂吧，胭脂它颜色比较深一点点，朝着这个边缘把它走一圈。就是这个水珠的这个边缘走一圈，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点哈，里面的加一点点，边缘走一圈，里面加一点点，朝着这个水珠的这个边缘走一圈，这种深色的，就是比这个花的这个底色更深的这个颜色，朝着这个水珠的外围走一圈。里面也可以，里面加深一点，里面也加深一点点，朝着外围深色的朝外围走一圈，比这个花瓣的颜色，就是这个水珠底色的这个颜色，水珠下面的底色这个颜色更深一点的颜色，朝外围的走一圈，然后我们再点上这个高光，点上这个水珠的这个高光。点1点或者2点都可以哈。好，这个水珠就这样子，水珠就这样画完了。我们水珠就这样画完了。有的时候，
水珠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幅作品的话就是这样子画完了。